神都皇宫，太和殿内香烟缭绕，气氛肃穆。3日之期已至，公主吴越身着繁复的大红嫁衣，头戴7尾凤冠，珠翠环绕肩，那张清丽的脸庞却不见丝毫喜气，唯有一抹与年龄不符的坚定。吴昊端坐于龙椅之上，目光复杂地看着女儿。他起身走下御阶，亲自为吴越理了理凤冠上的流苏，声音低沉而郑重：“月儿，此去三殿。”名义上是联姻，实则是探查三殿主与恶道殿勾结的证据。为父知道委屈了你，但神国安危系于一身，你……父皇，女儿明白。吴越打断了吴昊的话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决绝。以往是女儿不懂事，总想着逃避婚约，如今才知父皇的苦心。恶道殿盗走雷音中，又觊觎魔魂封印，三殿主若真与他们勾结，便是6重天的大患。女儿定当小心行事，不负父皇所托。吴昊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又叮嘱道：“柳坤会亲自护送你前往三殿，此人城府极深，你须对他多加提防，不可轻信。若是有不妥，立刻捏碎。这枚传讯玉符，为父会第一时间派兵支援。”说着，他将一枚刻有龙纹的玉符塞进吴越手中。吴越握紧玉符，重重点头：“女儿记下了。”此时，殿外传来太监的唱惹声：“相国柳坤率护送仪仗在外候命。”吴昊深吸一口气，拍了拍女儿的肩膀：“去吧，记住，安全第一，证据次之。”吴越躬身行礼，转身跟着侍卫走出太和殿。殿外，一支由千名镇国军团士兵组成的仪仗队早已列队完毕，旌旗招展，甲胄鲜明。柳坤身着紫色官袍，站在队伍最前方，见吴越出来，脸上立刻堆起温和的笑容：“公主殿下，仪仗已备妥，随时可以启程。”吴越淡淡点头，没有多言，在侍女的搀扶下登上了早已备好的銮驾。銮驾由8匹雪白的灵马拉动，车厢雕刻着精美的凤凰图案，四周悬挂着轻纱，遮掩住车内的景象。柳坤见状，朝着吴昊躬身行了一礼：“国主放心，臣定当护公主周全，顺利完成联姻。”吴昊目光审视着柳坤，缓缓道：“有劳相国了。”他总觉得柳坤今日的笑容有些异样，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，只能在心中暗负，让暗探司的人暗中跟上，密切关注仪仗队的动静。柳坤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依旧恭敬：“臣分内之事，启程。”随着他一声令下，仪仗队缓缓开动，朝着神都南门而去。街道两旁，百姓们纷纷驻足观看，议论纷纷，大多是对这场联姻的猜测，以及对神国未来的担忧。銮驾内，吴越撩开轻纱一角，看着窗外的景象，眼中闪过一丝忧虑。他知道这一路绝不会平静，无论是柳坤还是三殿主，都绝非善类，他必须步步为营，才能完成父皇托付的任务。而此时的柳坤骑马走在銮驾旁，看似在指挥队伍，实则在暗中观察四周。他早已安排心腹在神都外的断魂谷设下埋伏，只待仪仗队进入谷中，便会按照计划绑架公主，上演一出恶道殿结亲的戏码。想到即将到手的祭祀宝典，以及打开魔魂封印后的宏图霸业，柳坤的眼中不禁闪过一丝贪婪与疯狂。仪仗队离开神都南门后，一路朝着三殿所在的方向行进，行了约莫2个时辰，前方出现一处地势险要的山谷，正是柳坤选定的埋伏地点断魂谷。山谷两侧悬崖峭壁，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，抬头只能看到一线天。柳坤勒住马，对着身旁的副将使了个眼色。副将心领神会，上前一步，对着队伍高声道：“前方山谷狭窄，恐有埋伏，所有人戒备前行。”士兵们立刻举起武器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柳坤则催马来到銮驾旁，故作关切地说道：“公主殿下，断魂谷地势险要，还请殿下在銮驾内多加小心，切勿探头张望。”銮驾内的吴越心中一动，他曾听闻断魂谷虽险，却极少有盗匪出没，柳坤如此紧张，莫非有什么猫腻？他不动声色地应道：“有劳相国费心。”
就在这时，山谷两侧的悬崖上突然响起一阵梆子声，紧接着无数黑衣修士从悬崖上跃下，手持兵器朝着仪仗队冲来。这些黑衣修士个个气息强悍，最低的也有地仙境8品修为，为首的几人更是达到了地仙境9品，与紫渊同级。不好，是恶道殿的人！柳坤故作惊慌，高声喝道：“保护公主，杀退贼寇！”镇国军团的士兵们立刻与黑衣修士站在一起，一时间山谷内刀光剑影，凌厉碰撞的轰鸣声不绝于耳。黑衣修士们攻势凶猛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镇国军团的士兵虽训练有素，但在对方的突袭下，很快便落入下风，伤亡不断增加。相国，贼寇太强，我们抵挡不住了！副将焦急地喊道。柳坤脸色凝重，对着身旁的几名心腹使了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保护好公主，我去抵挡贼寇。”说着，他运转灵力，人仙境1品的气息爆发开来，朝着为首的黑衣修士冲去。那几名心腹会意，悄悄靠近銮驾，趁着混乱，猛地将銮驾的车厢砸开。吴越见状大惊，刚要取出传讯玉符，便被一名心腹捂住嘴，强行掳走，朝着山谷深处逃去。公主被掳走了！一名士兵高声喊道。柳坤怒不可遏，与为首的几名黑衣修士交手几招后，故意卖了个破绽，被对方一掌拍中肩膀，踉跄着后退几步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。可恶，竟敢掳走公主！他对着士兵们喊道：“快追，一定要把公主救回来！”然而黑衣修士们却死死缠住士兵，不让他们追击。为首的黑衣修士冷笑一声：“柳相国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公主殿下我们就先带走了，想要人就让吴昊拿祭祀宝典来换。”说完，他带领黑衣修士们虚晃一招，朝着山谷深处退去，很快便消失在密林之中。柳坤看着黑衣修士们离去的方向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，随即又换上焦急的神色，对着士兵们道：“快打扫战场，立刻返回神都，向国主禀报此事。”士兵们不敢怠慢，迅速清理了战场，抬着伤员，跟着柳坤匆匆返回神都。一路上，柳坤故意装作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时不时还咳嗽几声，一副受伤不轻的模样。而被掳走的吴越很快便被带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。当那名捂住他嘴的修士松开手后，吴越立刻质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真的是恶道殿的人？”为首的修士正是柳坤的心腹谋士，他冷笑一声：“公主殿下，别装了，我们是谁，你心里难道不清楚？”吴越心中一沉，是柳坤派你们来的？他想干什么？相国的目的，殿下日后自会知晓。谋士淡淡道：“在那之前，还请殿下委屈几日，待相国拿到祭祀宝典，自然会放你回去。”说完，他便带着手下退出了山洞，只留下2名修士看守。吴越坐在山洞里，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安。柳坤绑架他，还要父皇用祭祀宝典来换，显然是早有预谋。祭祀宝典记载着加固和破坏魔魂封印的方法，柳坤的目标难道是魔魂封印？想到这里，吴越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他必须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父皇。柳坤带着残兵狼狈地返回神都，直奔皇宫而去。此时的太和殿内，吴昊正焦急地等待着仪仗队的消息。见柳坤浑身是伤地进来，心中顿时咯噔一下。相国，发生了何事？为何如此狼狈？吴昊急忙问道。柳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痛哭流涕地说道：“国主，臣有罪，臣未能保护好公主殿下。”什么？月儿怎么了？吴昊猛地站起身，脸色骤变。我们行至断魂谷时，突然遭到恶道殿贼寇的伏击。柳坤气声道：“那些贼寇实力强悍，臣拼死抵抗，却还是被他们掳走了公主殿下。临走前，他们还说要国主您拿祭祀宝典去换公主，否则就杀了公主。”恶道殿，又是恶道殿！吴昊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掌拍在玉案上，将玉案拍得粉碎。
他们先是盗走雷音钟，如今又掳走公主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国主息怒，柳坤劝道，当务之急是救出公主殿下。道殿既然想要祭祀宝典，不如我们就先答应他们的条件，用祭祀宝典换回公主，之后再联合神殿，讨伐恶道殿，为公主报仇雪恨。不行，吴昊断然拒绝，祭祀宝典关系到魔魂封印的安危，若是落入恶道殿手中，他们必定会打开封印，放出魔魂，到时候整个六重天都会陷入混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月儿是我的女儿，我岂能不心疼？但我是神国国主，不能因一己之私而置整个六重天的安危于不顾。国主，可公主殿下的性命危在旦夕啊！柳坤急忙说道，恶道殿行事狠辣，若是我们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真的会对公主下手的。而且我们可以先假意答应他们，在交换的时候设下埋伏，夺回公主和祭祀宝典，同时除掉恶道殿的贼寇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吴昊眉头紧锁，陷入了沉思。柳坤的话看似有理，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道殿若是真的想要祭祀宝典，为何不直接派人潜入皇宫盗取，反而要大费周章地绑架公主？而且柳坤今日的表现总让他觉得有些刻意。就在这时，一名侍卫匆匆进来禀报，国主，宫外有一名黑衣修士求见，说是恶道殿派来的信使，有书信要交给国主，让他进来。吴昊沉声道。很快，一名黑衣修士跟着太监走进太和殿，将一封书信递给吴昊，随后便转身离去，全程没有说一句话。吴昊打开书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，吴昊，限你3日内将祭祀宝典送到断魂谷，若逾期不至，或有任何埋伏，便等着为你女儿收尸。恶道殿。书信的字迹潦草，透着一股嚣张跋扈的气息。吴昊看完，脸色更加阴沉，恶道殿竟敢如此嚣张。柳坤见状，再次劝道，国主，事不宜迟，还是答应他们的条件吧。3日内，我们可以暗中调集兵力，在断魂谷设下埋伏，定能救出公主，夺回祭祀宝典。吴昊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，此事容我再想想，你先下去疗伤吧。柳坤知道吴昊心中仍有疑虑，也不再多劝，躬身行礼后便退了出去。离开太和殿后，柳坤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吴昊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？等你失去耐心，自然会乖乖交出祭祀宝典。回到相国府，柳坤立刻召集心腹手下，大人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谋士问道。别急，柳坤道，吴昊虽然固执，但他最疼爱公主，只要我们再添一把火，他必定会妥协。你立刻派人去断魂谷布置一下，伪装成恶道殿的据点，同时让人密切关注皇宫的动静。一旦吴昊决定交出祭祀宝典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谋士领命而去。柳坤坐在书房内，端起一杯仙酒，细细品味着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拿到祭祀宝典，打开魔魂封印，掌控整个六重天的场景。与此同时，陈平与紫渊正朝着神都疾驰而去，两人隐去了身上的气息，一路不敢耽搁，只用了不到1天时间，便接近了神都北门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支由数千名禁军组成的队伍正朝着城外行进，为首的正是神国国主吴昊。是国主，紫渊惊喜地说道。陈平心中一动，立刻带着紫渊迎了上去。国主，吴昊正在思考如何救出公主，听到有人呼喊，抬头一看，见是陈平与紫渊，不禁又惊又喜。陈道友，紫渊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这些日子你们去哪里了？国主，此事说来话长。陈平道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详谈。吴昊点了点头，带着陈平与紫渊来到附近的一处驿站。进入驿站的厢房后，吴昊迫不及待地问道，陈道友，你们这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何会突然失踪？陈平便将柳坤在相国府设下陷阱，意图夺取斩龙剑和金龙血脉，以及他与紫渊如何突围，
如何进入镇魔塔、恢复伤势并突破修为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什么？柳坤竟敢如此大胆！吴昊听完怒不可遏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权力欲重了些，没想到他竟有如此狼子野心。国主，柳坤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子渊补充道，我们曾听到柳坤的心腹议论，说他想要祭祀宝典，还想联合恶道殿，打开魔魂封印，掌控整个六重天。祭祀宝典，魔魂封印。吴昊脸色大变，难怪柳坤一直劝我用祭祀宝典去换公主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。公主被掳走，恐怕也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国主英明。陈平道，柳坤绑架公主，无非是想借此逼迫国主交出祭祀宝典，一旦他拿到祭祀宝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吴昊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多亏陈道友及时回来，否则我恐怕真的会中了柳坤的奸计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公主还在他手中，神都也可能有他的埋伏。国主，当务之急是立刻返回神都，掌控局势。陈平道，柳坤既然策划了这一切，必定在神都布下了后手，若是我们迟迟不回，他很可能会趁机夺取神都的控制权。至于公主，我们可以先派人暗中调查她的下落，再想办法营救。吴昊点了点头，好，就按陈道友说的办。传令下去，立刻掉头返回神都。禁军们不敢怠慢，立刻调转马头，朝着神都北门疾驰而去。陈平与子渊跟在吴昊身边，时刻警惕着四周的动静。不多时，神都北门已近在眼前。然而当众人靠近北门时，却发现北门紧闭，城墙上站满了镇国军团的士兵，为首的正是柳坤的心腹副将。国主回来了，快打开城门！禁军统领敖烈高声喊道。城墙上的副将却冷笑道，国主，如今神都已归相国大人掌管，没有相国大人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城。什么？吴昊脸色骤变，柳坤竟敢背叛我！国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副将道，相国大人乃是天命所归，迟早会掌控整个六重天，您还是乖乖投降吧，相国大人或许还能饶您一命。放屁！吴昊怒喝一声，柳坤狼子野心，背叛神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们若是识相，就立刻打开城门，束手就擒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！副将嗤笑一声，国主，你以为您还有机会吗？镇国军团已经掌控了神都的各个城门和要害部门，禁军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识相的就乖乖投降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吴昊气得浑身发抖，就要下令强攻城门。陈平连忙拦住他，国主不可冲动，镇国军团占据地利，强攻只会徒增伤亡，我们不如先退到附近的城镇，调集兵力，再图夺回神都。吴昊也知道陈平说的有理，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。好，我们先退走。柳坤，此仇我必报。就在这时，城墙上的副将突然下令放箭，无数箭矢朝着禁军射来，禁军们连忙在周身形成护盾。陈平与子渊立刻护在吴昊身边，运转灵力，挡住了射向吴昊的箭矢。撤！吴昊高声喊道。禁军们且战且退，朝着远处的城镇逃去。城墙上的镇国军团士兵们见状，也没有追击，只是重新关闭了城门，加强了戒备。吴昊带着禁军退到一处名为清风镇的城镇后，才停下脚步。此时的他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神都被占，公主被掳，柳坤叛乱，一系列的变故让他焦头烂额。陈道友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吴昊看向陈平，眼中充满了期盼。陈平沉吟道，国主，柳坤虽然掌控了神都，但他的叛乱不得人心，镇国军团中肯定有不少人不愿跟随他，而且他绑架公主，图谋祭祀宝典的阴谋一旦传开，必然会引起神都百姓和其他势力的不满。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稳定军心，联络忠于神国的力量，再伺机夺回神都。